教一个孩子好难呢，养一个孩子也很难。他来到这个世上就要受很多苦。他不来世界的话，他不会受到苦，不过也不会感觉到甜。我觉得爱吧，爱很重要。你的太太做这个人工受孕需要经历300-400针，对，人家唱的那个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对，是真的，会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情绪也是。大女儿坐这边，二女儿坐这边，三女儿坐我腿上，他们讲要不要买车，他讲不要，买车不可以这样做了。马斯克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新加坡和很多国家正走向灭绝，听起来很夸张，可是现实就是新加坡的生育率已经低到0.87，也就是说很多人一辈子可能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政府甚至形容这是攸关国家存亡的挑战。很有趣的是，我们似乎是逆势而上。怎么讲呢？我们4个人呢，加起来有14个孩子，可以组成一支足球队，还有3个是候补的。但是我们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学谦呐他却选择不生育。学谦呢，他42岁，是的。男另一名嘉宾呢，关志豪。第3位呢是我们的中学老师徐正雄。马斯克他讲说我们要走向灭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反应？确实是，因为我们生育率太低了。学谦，当你选择不生育的时候，为什么决定不要呢？教一个孩子好难呢，养一个孩子也很难，所以这方面我也想我们自己2个人的人生过得轻松一些，有点自私了。那志豪呢？大家都要努力多一点，所以要向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学习一下，这样我们就有救了。这样，正雄，那你怎么看对马斯克这句话？我从来没想说我有8个孩子的，所以你问我的话，因为我第一胎流产了，我太太忧郁了很久我看有整5-6个月啊。流产还 OK， 流产过后那个 PCOS 才真的是打击了很大。我就讲你要整我，医生跟我们讲可能不能有孩子了，不能自然有孩子。那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祈祷、祷告，而且朋友说了不要紧做夫妻也好，不做父母可以做夫妻，而且因为我们是做夫妻先才做父母，所以我们就 OK 了，算了，有都有，没有就算了。我也不会去 IVF， 我不会什么都不会做，原则吧。我们个人的原则。其实从小我很多亲戚朋友身边的人呢，其实也经历过流产这个问题，他们要走出那个伤痛很难。那如果我们那时已经到那个年龄了，那流产的可能性肯定是比较高的。那我不想让我太太经历这样的痛苦，加上我了解我的太太的个性，我真的也不想让她承受这一切。那到了大概30末端的时候，可能也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了。那也有去询问过有关方面的医生，那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了解多一点那方面的知识。那时才真的是跟太太一起上来说决定，就说那我们还是决定不要吧。我们知道说你是家中的唯一的男丁嘛，是。然后通常一般上华人家庭就是希望就是有所期盼传宗接代那你是怎么说服家人的？我有一些长辈可能会有这样的期待，但是你最亲的很像我妈妈这样，就不会特别有这样的想法。就她从小就让我们比较自由的发展，是做自己的事。当然从我妈妈的角度就会想要我的生活好，他就开心，对不对？那我从我的角度就是，如果我自己又生了一个孩子，整天就是舟车劳顿的，就是为了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这样，那我并没有把我的生活活得最舒适、最舒服这样。那这可能也并不是我妈妈想要看到的，所以他们也不提了没提，从来没提。我觉得生孩子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也不是传宗接代。坦白说，我跟我太太也没期望孩子会照顾我们。我跟他们从小就讲了，我不用你们每个月给我1零用钱，怎么带我们去，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2个人自由自在的，
所以忽然间多一个小生命你要去照顾，是转变是挺大的。不过其实你有第一个之后第二、第三、第四个接下来的都比较简单。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年纪比较接近的话，他们其实能互相沟通、互相照应，而且一起去玩之类的。跟着长大，可能这个再接再厉。对。他也说的对，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可以互相照顾。我孩子1岁就开始做家务了，他们的洗衣他们可以分类吧，折衣服会吧，食物掉在地上他们自己拾起来，其实很好，因为他们不会掉了。他们会自己折、自己收拾但是也是因为你们付出去教他们，所以他们才会。他们不是说自动会，所以其实你们也是付出很多啊。我们第一胎嘛，我们以为只有第一胎没有第二胎就讲 OK， 我们教你照顾自己啊，要做这个些，要做。所以第二胎出来后，大姐就教二姐了。像多米诺牌这样，一个教一个。没有，大姐要退休。第8个的时候，他就完全是什么都不用做了。大的要退休嘛，所以要教好二的先。老二做好后，他大的才可以退休。管理层做得不好。那志豪呢？当你想要生第3胎的时候，你有想过这条路是那么的艰辛吗？头2个的时候，我们都很自然。我们一尝试的时候，头个月就已经怀孕，所以是觉得还 OK， 强哦，还好。不过就是我们这第3胎的时候就好奇怪哦，为什么一直不能成功？之后就慢慢就有去做一些检查，我的那个精子很像没有以前这么好了，所以糟糕，难道是我的问题？所以吃了一些男性的这个补品，来把那个精虫的那个 quality 质量弄好了，把它弄好一点。不过还是不行，因为那时就是头1年的时候，我老婆也是怀孕，不过流产。然后之后也是很多自我的那个责备之类的，所以我们男生就是直接也是留着青山在嘛，不怕，还有机会还多，我们还挺年轻的嘛，不过因为起先开始是以为是我问题嘛，然后查，其实不是我的问题，最终发现是我老婆另一个问题，叫做 cesarean scar defect， 要经过一些这个 surgery，弄了之后才能够顺利的生产这第3胎。就是当医生跟你讲说你要孩子可以，但是你需要动手术，你会有什么犹豫吗？非常大的犹豫，而且有一个这个恐惧感。因为我父亲就是动了手术之后，所谓的手术成功，不过病人也是离世了。所以我对手术的这个confidence 阴影很大，因为那时那个动手术的医生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医生，所以他给的那个判断是95%的那个成功率，所以95%的成功率都可以失去一条生命的话，所以那时我就非常的犹豫，因为这个手术也不简单，去做的话，万一出了什么3长2短，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时犹豫了非常的久。所以是太太最终下决定，还是就算她不怀孕的话，因为有了这个问题，不去解决的话，可能撞到还是什么伤到的话，那边的那个旧伤口可能也会爆裂，也会死亡。所以那时就不管 A 还是 B， 这个手术不做不行，会出事情。所以当时他的情绪是怎么样？我老婆那时就是一直想着孩子嘛，看起来没这么担心。不过到了手术室的时候，那时才忽然间，要是真的在手术什么事情的话，我现在的2个孩子跟老公怎么办？父母怎么办？那时他才忽然间，有点崩溃。他崩溃是怎么样程度？在手术室的时候开始哭。对，所以那个医护人员要把他怎么讲，镇定下来嘛。你的太太就是做这个人工受孕，需要经历300-400针的那个痛楚啦。对，你大概1/4是由你来打，你有什么感受啊？人家唱的那个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对，是真的。所以那个是有给那个感触。第2点就是我帮我老婆打的时候，也是一方面是战战兢兢，因为你老婆是给你疼的嘛，不是给你打的嘛，所以现在每天跟她打1针真的特别，你就趁机打，不是人了。所以会怎么讲？人家观点不一样嘛，老婆是拿来疼的，现在反而是要给她疼，不对嘛，所以就会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情绪也是。我是算幸福了。哇，听了你的故事，我真的感动很深。我可能经历过的那个我的 problem 是可能在那个前几年吧。
后几年生孩子就没问题了。我太太每一胎都是自然怀孕，都是自然生的，第一胎都20分钟才自然生出来。他为你省钱啊！为了省很多啊，他一直讲为了我们省很多，可是20分钟。女人所要经历最痛的事情。所以他第一胎也是讲没有打针，没有打，然后自己说就生出来了。他讲做了第一个，第二个也可以，到了最后一个是我生的，我没有到医院，我在 KK 那边，我看到那门，我在那个车跟他接生。来不及啊，来不及就出来了，所以你感触特别多。特别多，我每一个生孩子我都会哭，因为是我在里面的，陪他的，我那个 umbilical cord 是我砍的，所以真的，我跟太太讲，我们这条路一起走，不是你照顾，不是你，是我一起照顾。对，在我们当中呢，学谦是最年轻的嘛，学谦他是千禧一代，包括目前的这个美伊的冲突、俄乌战争之前的官兵疫情，都刚好在你出生这个年代发生的。而且有人说呢，这一代是最倒霉的一代，你怎么看？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刚刚好是那个雷曼兄弟倒闭那一年，所以那一年其实要找工作特别难。对，像我是读工程的，很像我以前听说，很像比如你1等荣誉学位的，你就可以拿到多少工资，但我们那一年其实都不适用了。这样，所以很多人也就说嘛，如果你起薪是比较低的话，那你整个事业、整个 career 来讲的话，那你所赚到的那个薪水肯定就是比较低的。就刚好你这个年代你经历了很多嘛，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影响你就是要不要生的这个抉择呢？我觉得就是你的人生经历什么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些影响的啦。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压力就很大，对不对？那人生就是其实也是挺艰苦的，你就是要一直奋斗这样。如果我有一个孩子，那他一定是我最爱的人之一，对不对？那如果他来到这个世上就要受很多苦的话，我会不舍得，所以我就宁愿不生这样。不来世界的话，他不会受到苦，不过也不会感觉到甜。世事无绝对，来到这世界上到底是酸、甜、苦还是辣？也有可能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能够享受那些欢乐、欢笑嘛。而且父母也可能有那个享受到。我觉得爱吧，如果你生出来，你可以给他感受到爱，他要懂，父母都是爱他的。所以我的孩子每次拿到他 PSLE 拿到成绩后，他讲爸爸妈妈，我考到什么成绩都不要紧吧，你还是爱我的。我讲对了，最重要要尽力。成为一个父母肯定会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孩子，这是肯定的。但是孩子的那种苦，很像比如在学校受到霸凌的这种问题，对，或者以后出来找工作处处碰壁，甚至在感情上碰到挫折，在上班被老板骂，这种太多苦了，我就不想我有一个孩子去面对这一切了。对，这爸爸心肠都走过了。我的孩子现在都做part time 兼职，他也是走过这条路，对，被讲、被骂、被顾客讲，也是考试不太理想也讲了，被欺负都有。可是重要的是怎么克服吧。是，你考到这边，你要怎么进步？人家欺负你，你要怎么回应？而且父母陪伴也是很重要。对，很重要。有很多人都说呢，就是讲说养孩子是一个净损失，你们怎么看？认同吗？这个我不认同，因为基本上这个是你完全是一个金钱上的这个角度来去看，所以这个观念可能是不太正确的。所以不能够以金钱的角度来衡量，不能像父母给您的爱值多少钱？是不值钱呢，还是无价？所以你孩子虽然金钱上你一定会花一些，不过其实也不会很多，因为像读书嘛，都有很多这种政府的津贴之类的，而且那些看病也是有津贴，他们都会问那个问题：哎，你孩子有没有派去什么 enrichment class 嘛？有没有去补习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所以有时听了就这个到底是你要的还是孩子要的？而且孩子就每个周末的时候都很累，也没有时间跟你聊。所以那个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是孩子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s？ 我觉得有人估计生一个孩子从0到30岁要100万，他讲100万。我跟我太太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完蛋了。所以我们觉得不是啦，大的穿的不要了，给二姐咯。我都没补习。我觉得不用了。如果他们要学吉他、要学钢琴的话，以后他们大了自己会学的，而且更有兴趣。YouTube 都可以自己学了。最大的开销我看是看医生，
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想说，尤其是那些多子女的家庭，他们可能孩子少了很多东西，少了些什么？会吗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我不懂，你跟我孩子谈的话，他们觉得不出国是算一个会输给别人吗？他们讲不会啊，他们觉得是不会，没有车会输给别人吗？他讲不会。我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我们一次搭地铁，大女儿坐这边，二女儿坐这边，三女儿坐我腿上。他们讲要不要买车？他讲不要，买车不可以这样做了。哦，哇，我就听了哇 ，OK， 我也不可以买啦，所以问而已，问的还爽而已。看你要做什么东西，看你要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真的需要那个 A's 的话，你觉得要拿那个奖学金替你争光，拿那个 PSLE 要 A4要什么，要很多 enrichment program， 我觉得你真的要考虑要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听了我也很为他感动，就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我整个人也会软化了这样。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我就会一直问自己，我给他们的够吗？我能不能给他们更多？如果我有孩子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反而是我的压力很大，就是我很想把很多东西给他们这样，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乐得自在了。孩子们从小都跟我做义工，他们从3岁、4岁都去做义工。我们去分派米粮，给那些贫困家庭。他以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他去到义房室那边看到的话，他就整个晕倒了。爸爸，他们冷气都没有，他连风扇都要公司。不要讲是风扇，他餐桌他们在桌地上吃的。所以他讲我们足够了。呀，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有的，而只看到我们没有的。对，所以我孩子看到这个后就。人生观念对 perception 改整变，个变了，他不会要求手机，我孩子从来没有要求过手机。像他所说的，就是要给孩子最好的嘛，这个是我们的 perception。对。不过孩子们最要您的是什么？是你的金钱吗？不是，是你的时间吗？是你的爱跟时间。他们要的是哪个？其实政府他要的就是说，要改变我们那些所谓的净损失的这个观念，然后呢，也减少那个做完美父母的那个压力。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会生更多。如果当务之急要做一件事的话，你觉得什么事应该必须要做的？我今天没有这么多，我付出更多嘞。大巴车那起1毛，我家一天就起2块，所以我的水电费花的比较多。罚我嘞。我怕10个人用水，那你可能不多嘛，用越多，它罚越高。你看，你要我们生，也要来体谅我们。他 CDC voucher 每个家庭500，我去2次完了。如果我做不到让我的下一代比我更好的话，我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所以国家就要看到给下一代有没有同样的平台，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成长的那个阶段，新加坡是在发展中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机会，但是现在有竞争力啊很多，所以这方面是我会比较顾虑的。所以这一方面如果解决，让我真的意识到很肯定的说这下一代如果我们很努力的话，这一代就会比我这一代好的话，至少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会更有信心想要下一代了。还有 IVF， 平均一个人要做了3次你才会成功。所以鼓励人们做 egg freezing， 因为女生体内的那个卵就是30度岁之后下降非常的快，让女生能够用他们的 Medisafe 做这个egg freezing。马斯克看到的是0.87这个数字，可是对很多人来说，生孩子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孩子是上天所赐的产业，做父母的就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当然，当中有些选择不生孩子的夫妻，我们也必须尊重，并且祝福他们彼此相爱。您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感谢3位今天的出席，谢谢，谢谢。谢谢。